唐代玄学大师袁天罡到底有多厉害？不仅观象术登峰造极，而且还能知过去、晓未来。其中一生中的3大预言更是无人能解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袁天罡出生于隋末唐初，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，袁天罡极有可能是隋文帝的孩子。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袁天罡的家中出现变故，被母亲的师兄孙思邈收养，之后一直跟随学习，尽得孙思邈真传。袁天罡学成之后，开始游历世间，因观象术而远近闻名，后来更是被邀请去了洛阳，担任资官令。根据《新唐书》的记载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曾特意找过袁天罡面相。她先是让袁天罡看了2个儿子，袁天罡看后认为这2个孩子未来虽可官至3品，但无大富大贵之相。之后又爆出一个女孩，袁天罡看后赞叹道：“此女将来可享荣华富贵。”而这个女孩就是武顺，后来被封为了韩国夫人。这把杨氏听后很是高兴，儿子当官，女儿有福，这还有什么好追求的？但他也害怕袁天罡是个江湖骗子，于是，在抱最后一个孩子时，他故意谎称这是个男孩，企图试试袁天罡的真本事。岂料袁天罡看了半天也没说话，眉头却是越皱越紧，这让杨氏很是担忧。直到一炷香后，袁天罡才收回目光，称这娃子骨骼不凡，但可惜是个男孩身。这让杨氏摸不着头脑了，于是就追问袁天罡为什么。袁天罡摇头叹息道：“龙瞳凤颈，极贵艳也。如若是女儿身，此娃必将成为天下共主，而这女娃正是武则天，在李治之后成为了中华第1位女皇帝。”而袁天罡的面相之术因为太过有名，以至于唐太宗都邀请过他。当时发生了什么呢？袁天罡因为镶面技术的高超被唐太宗赏识，为了考验他的镶面技术，唐太宗让他给中书舍人岑文本看相。袁天罡看完后说，岑文本的文学造诣未来不低，但却不能上任3品官职，否则会有大凶之事。而岑文本的结局也不出他所料，在担任3品官职中书令后，随唐太宗在出行途中暴毙而亡。而当时的唐朝作为世界的中心，可不止袁天罡这一位神人，还有另一位预言神人李淳风。一次2人和唐太宗出行时，一红一黑2匹马在河边，唐太宗见猎欣喜，于是打算考2人，问哪匹马会先下去喝水。袁天罡立马起卦占卜，说出红马会先下水，而李淳风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说黑马会先下水。而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，红马来到河边饮水，另一匹黑马则是一跃而下，跳入河中。唐太宗见此情形，立马拍手称赞，感叹2人的神机妙算。而袁天罡的厉害不仅在于观象，还有李淳风撰写的推背图，这又和他有何关联呢？袁天罡与李淳风共同编写推背图，其内容竟直接预言1000年之后，在宋朝甚至一度成为禁书。传说唐太宗为了推算大唐的国运，命令精算人相的袁天罡和精算天象的李淳风2人推演，于是推背图就诞生了。其内容直指自唐朝之后1000多年的故事，包括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，被后人誉为预言第1奇书。在宋朝时期甚至一度成为禁书，但民间收藏颇丰，无法禁止。于是宋太祖就想到了另一个办法，就是放出不同版本的推背图，混淆视线。但同时也有人认为，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是后人强加上去的，甚至还有说是后人根据史实编撰的。足以见得这本书的真实性还存在质疑，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固定，未发生的事情那不叫历史，所以我们还得有清晰的认识。对此您怎么看呢？